我马上就好。再给我1分钟。怎么恶不宽法？你这么不争气。在这里表白，是在拉低我的档次。可是你哭成这样，我不趁虚而入，又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叶希光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办才好？刚刚在宴会厅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。我对自己说，马上要30岁了，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。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。我自己死心塌地，却希望他快点变心。叶希光，不要装傻。我没有装傻，我也才明白，还来不及装。我去车里拿的，去换上。买了这么多漂亮裙子，不穿给大家看看，多可惜。你也去太久了，还好其他人都跑了，不然菜都被抢光了。我们也打算先走了。这么早啊？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，又在下雪了，晚了怕路上不好走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了。希光，你们也这么早走啊？不是吧？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？哎，这身也很好看。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。他刚刚不是弄脏了衣服才换的。
下午据说雪更大，到时候交通不便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那你们怎么回去啊？习光，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？走出去打车，车会有人来开走。行，安全第一。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那我就不送了。你忙你的吧，回头我们去。走吧。找你呢。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。对不起。聂曦光，你拒绝我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林玉森，我还没看上你，你没达到我的要求。”而不是这样，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不是的，不是没达到要求，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，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。我现在没法做到。其实，刚刚在酒店，我骗了你。我说不趁虚而入，对不起我的智商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对你表白，才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对不起，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。但是，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，没法计算的。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，真是新鲜。我知道你会拒绝我，但是这么快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，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，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。好吧，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。那么就先谈到这里，我们回苏州再说。肿瘤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。哦。我不回苏州啊，我想回趟无锡。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，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，而且我还想和妈妈。你要这么多理由吗？好了，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。不用啊，我打车就好了。聂曦光，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？
不是。明明没有接受，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，那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。不过我这样，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？所以，你不仅不接受我，还不许我追你。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，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？叶希光，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，为什么对我没信心？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？你这样一个女孩子，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，都不忍心说出来，心软成这样，我要多蠢，才追不上你？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。我只是在追求你，又不是谈商业合作，还要谈投资回报率。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？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挑。今天真是太累了，打车回去吧。我载你一程，反正也顺路。不用了，我回公司加班，地铁直接过去就行了。回头见。周迅，你站住！有些话，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，但是想着，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好像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你混在华亚的投行部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普通的工作调动，没什么好说的。那你今天一见到他，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？你可以说是卓辉说的，你甚至告诉了卓辉。还有，你后来突然离席，是去干什么去了？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，你难道你不觉得丢脸吗？我丢我的脸，跟你无关。无关？为什么无关？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，不是青梅竹马？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？我从来不知道，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，也要负到的责任。你是在怨我？是，我是谨慎了一些，可这有什么错吗？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柔，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，我可以不顾一切，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。但现在我还是吗？我不是了。
我太早就懂得了，世态炎凉，人心易变。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，有错吗？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。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，那该怎么办？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？你考虑得很周到，比我更成熟。你在嘲讽我？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希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？你一直扯他进来做什么？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希光没关系。是我扯他进来吗？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，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。那么大学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？你要问庄旭？对，他呀，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，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。你问错人了。希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？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？家里有钱，长得也不错。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，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，吃定庄旭了是吧？他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信他不信我？每次都是这一句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，也从来跟我没关系。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，利用我获得优越感。你把他当假想敌，从来不是因为我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叶柔，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？没必要了，都结束了。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，我们不妨各奔前程。各奔前程。原来是这样。也对，投行部的女员工，说不定比聂希光更有家世背景。不过，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，也不用这么侮辱我。偌大的上海，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？那就好。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你。谢师姐。聂希光，是聂希光。师姐说得很清楚，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，我也在名单里。那天下午只有聂希光在宿舍，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。这里面也许有误会，我觉得他不会。他为什么不会？
事实就在眼前。庄旭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？他难道没有动机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？也许通知的人漏掉了你的电话。庄旭，你变了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你不会变的。我告诉你，聂希光他就是这样的人，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，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，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。如果你不信我，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，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？如果没打，那我恶的怀疑道歉；如果打了，你要为我作证。我要跟聂希光当众对质。哥，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？你听谁说的？蓉蓉姐说的。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，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。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，明知道你们的关系，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。知道了。哥，你喜欢她吗？觉得她这样很不好。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，这些不该你过问。江瑞娜还有几节课，上完就不上了。哥，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，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？为什么那么说？蓉蓉姐说，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儿了，不知道谁传出去的，但是她在宿舍里说，她帮了你，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。我已经为我的信任买单。心酸，双手紧握着遗憾，抛向烟波灿烂。就算爱如此短暂，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。你不再回来了。冬天不想取暖，夏天任它流汗，城市感觉匆忙，
我决定在过往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，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？你早该冲上去了，还刷什么好感度？不就也用得上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。待我细细思索，做一个完美的计划。做什么计划？我通宵做了一个，你要看吗？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，是吧？周阿姨，哎呀，好长时间没看到西光了，真是女大18变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这个点儿起来，怎么还2个大黑眼圈啊？我没睡好。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、油条和饼，让严阿姨给你热热。吃完了过来跟周阿姨聊聊天。好，拿过来这边吃吧。好呀。西光，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？嗯，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，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，你说巧不巧？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。好是好嘛，但是不在无锡，谈对象麻烦的，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，就太远了。他还小呢，我倒是没想过这个。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？有是有，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。西光，恋爱是可以谈，但是要多看看，不着急，起码要谈个2年以上，看看人品，知道吗？最好，是谈个本地的，苏州离得太远了。对，就听你妈妈的。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，好了，这下1、2个月才能见个面。知道了。这就不好意思了，头都埋到碗里去喽。哎，对了，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，你高兴去吗？去哪里啊？说是瑞士，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，我还犹豫呢，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。我可以啊，妈妈你想去就去，但是滑雪的话，干嘛非得去国外？国内也可以啊，新疆、长白山什么的，干嘛飞那么远？我假期都没有几天。也是啊，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，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，不如去看看。要不我跟你舅妈说一下，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，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。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，下午早点回来啊。之后还要赶去苏州。好，要带金桥烧饼吗？你要吃就自己带，别拿我当借口。那我走啦，周阿姨再见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！哎，慢点开啊。知道了。西光还会开车啦？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。哎，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？啊，我是不去的，西光要去的，一码归一码。他爷爷奶奶人不错，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远忙生意，我爸妈身体又不好，西光都是他们带大的，有感情的。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，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。怎么也不跟奶奶说一声，奶奶好准备菜呀。
我来的路上给爷爷打电话了呀，他说你们在家的。哎呦，这死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，还没回来呢。啊，那可能忘记了吧。奶奶，你要去地里吗？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好呀，我们一块去。我跟你说，奶奶又开了一片地，是种西兰花的。你们成远不是爱吃吗？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。好呀。好啊。哦，哎，把车停进来。嗯，好。小光啊，走了，走。嘿，他是谁啊？全方平他爸，当人小三，天打雷劈。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个好人，流氓兮兮的，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。年纪大了，成大仙了，还整天装神弄鬼的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呐，净骗外头那些人。你爸这没出息的，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搅家精弄得家都破了，那真是前世欠了他的。小光，你放心啊，那女的要想进门呢，你奶奶我啊就躺在你爸办公室门口，不让她走。奶奶，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。我刚要躺下，被你拉起来了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。我才不怕他嘞。哎呀，小光，看大楼吧，漂亮吧？哎呀，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，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，都帮你存着，以后都是你的，不然都落外人手里去了。奶奶，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，我都有的。我们在乡下有吃有住的，看病有医保，要花什么钱呢？哎，这别动，别动，孩子，别动，别碰。我想帮他挡雪的，他还有这么多叶子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现在叶子脆，雪又重，一碰就断了。等雪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。我怕他冻死嘛，还这么小。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奶奶，我妈说过年要去滑雪，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。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。去吧，多见见世面。奶奶这儿不用常来，乡下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身体好着呢。你长大了，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。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？你妈也这么说了。可以谈了，我孙女长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多人追，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。挑什么啊？挑男朋友呀。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挑。哎呀，我不要挑了。哎，奶奶，我饿了，我们赶紧弄一点菜，然后回去吃饭吧。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？小光，快走呀！哦，来了。妈，雨森在忙什么呢？
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，给一些意见。不认真？注意力难以集中。我儿子我最了解了，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。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？妈，好，我不问了。打电话是想跟你说，我跟你洛说啊，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，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。那太好了。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，你就再没有回来过。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，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。我知道了。奶奶今天啊给你烧柴火饭吃，是带锅巴的。那我来烧火啊，冬天烧火最舒服了。哎呦，你还会啊？当然啦，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你才回来啊？小光来了，你也不说一声。哎呀，我去买熟食去了，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，你看，你看。别碍手碍脚了，捉只鸡来。好好好好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，外面根本吃不到。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，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。还有啊，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当初啊，我要这个灶头，你爸死活不同意呀，说是不够现代化、不协调，让人看笑话。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，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，才没吵起来。你吵起来，爸爸也吵不过你。你都说了多少回了，他回来一趟吃顿饭你就说一遍，说的他都不来了吧？谁稀罕啊？他爱来不来啊？我看见他还来气呢，他不来才好。奶奶不生气哈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，都在后备箱里呢，等下记得要搬出来。你妈妈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体面了。体面不好吗？这体面人吧，哎，太讲分寸，太讲道理了。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，否则就瞪鼻子上脸了，就要打。哎，要管到他服气。你看你爷爷，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？以后你有了男朋友，我再教你啊。奶奶说的对，听奶奶的。奶奶，你辛苦，多吃点。哎，我呢？爷爷，你听话，你也多吃点。自己种的，带给你妈，吃不完就送人。好。奶奶跟你说的话，你记得吧？什么话呀？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，好好挑一挑，拿不准嘛，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。知道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再来，爷爷。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好，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啊，慢点啊。好。
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西瓜，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呀？昨天熬夜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可能是太冷了吧。是啊，昨天半夜又下了雪，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。同志们，来，拿上你们的武器。来，昨晚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把道路清出来，没办法工作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，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。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拿好工具，准备出发。好。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，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。张总，林总，你们已经上来了。我来得早，把林总拉上来了，你们也开始吧。但是张总您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年纪大了？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，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。这倒是，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。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！好，大家开始干活吧，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。好。那行。西瓜，还是从这儿开始吧。哎，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，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，积不起雪啊？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，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，不然结冰了，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。哦，懂了。哎，大家轻一点，别擦到板面，造成磨损。好。光伏板没擦伤吧？擦伤不会要赔钱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。没有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也没事。分工吧，你们扫近的，够不到的留着我来。好。西瓜，你也太麻利了，这么快有鬼在追吗？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多穿点，不要只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给我吧，辛苦了。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，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。哎，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，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。年会的方案我看了，改一下流程，少一些严肃的讲话，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。好的，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。今年的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同行都倒闭了，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？和去年保持一致吧。另外，除了实物奖品外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，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。这个可以用。
这个好啊，那大家肯定喜欢啊。食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，一姐小店负责吧，比照去年就行。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，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，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？哎，多拍点照片回来。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。我就说完那家不好吃，现在吃拉肚子呢。定来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林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？预算刚刚好，不用调整。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。好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。我们的场地比较新，配合度也高啊。新就是名气不够。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，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，嘴都说干了。但是你说的特别好，那是，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。好累啊，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。谢谢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还蛮好喝的。喜欢。怎么啦？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，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，跟他闹矛盾了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，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？还有，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林总恰巧进来，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？这么一想，扫雪那次也很可疑。你动作这么麻溜，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？嗯？你干嘛？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。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，松鼠桂鱼和鸡头米。你别试图转移话题，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，不会是？小聂啊，晚上请我吃饭吧，我要跟你爆料，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，我要告状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了他这么多忙，现在找他帮个忙，他居然挂我电话。他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小聂，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，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，你懂的吧？当然，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，还有什么哦，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他干的，你肯定都知道。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多说。不过方师兄，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？哎呦，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，有长见，不错。我呢，纯粹是无聊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是在丢我师门的脸，你懂的。他都跟你说了？
他这个人闷骚的很。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，没办法，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用得着说吗？打电话给他，才提到你的名字，一个字“忙”就挂了。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！还真有江东父老啊！小念，我师弟你都看不上，这眼光得多高啊！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，不可以不劳而获。什么福利，什么保险金？小念，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？这深奥的感觉，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。哎，师兄，那吃鱼。想用鱼堵住我的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啊，吃了2碗，终于吃饱了。那今天我值夜班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发信息给师弟了，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。方师兄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外科医生呢，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，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习惯一下。看见没？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，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。如今虽然老了点，但也不减当年风骚，有没有？哎，小念，你想啊，要是把他拿下，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，这多么带感啊！激不激动？爽不爽快？师兄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2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
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，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。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宇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。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。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我不道歉，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。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？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场去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。所以，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。
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扣帽子啊！我才不是，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过来看，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，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，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。阴天敞开，免得遮光；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，卖下饮料、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，我也觉得。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嗯。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明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丁总，小聂也是吧？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关于 B2空地的事情，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。对，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。行，小婉。哎，
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。哎，对了，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，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。好。所有关于 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一共是1亩2的土地。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？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，想法还不成熟，想和各位讨论一下。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，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。厂区绿化过于少了，就想增加一点绿化。哎，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？主体建筑要有的，不过不用太大，占地面积200多平方，可以建2层。这个倒是不难。小婉，做一下记录，联系设计公司，让他们出几个图，连预算一起。好的。林总，华总，坐。哎，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，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？说了。我就一个问题啊，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？ 哦，那就是 BAPV 嘛，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，对吧？那叫我来干什么？这太简单了，大哥啊，你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！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，就是黏在椅子上埋头苦读，这什么啊？你也不是很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。姐妹，你可以诋毁你自己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，也没听过啊。我还了解得很肤浅，但是大致来说呢 ，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比较独立，就像我们楼顶那样。BIPV 呢，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。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，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、幕墙啊、遮阳棚等部位，和建筑融为一体，更加节能和美观。当然，建造难度也更大。哦，这样啊？做了才知道，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。采购部、技术部、工程部、财务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。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。燕姐，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？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是的。人是有很多面的，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。各位，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来。干啥？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，进展神速。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。因为价格相差不大，林总给了建议，食堂不能光看价格，也要看口味。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，试吃大会就在明天。那我们部门谁去啊？哎，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，大家肯定谁都想去。但是名额有限，为了兼顾公平，经过我再三考虑，抽签。对，这样最公平了，谁都没意见。对。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？里面有2张写的字，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。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。谁先来？抽到我。哎，林总，这么热闹。就是那个试吃啊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
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聂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啊！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。那我先抽了。弄，来，那来吧，同志。来。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